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恶魔城重生》。今天是下半期，攻略剩下的3关。说是3关，但是最后一关只有一场 BOSS 战。关卡流程方面，第5关的难度是最高的，后面的这3关我尽量打得快一点。 游戏进入到流程的中段，每关的隐藏我其实拿起来不是很上心啊，因为对人物其实没什么加强，有的地方只是隐藏的分数，而且咱们捡到的红心也不能够带到下一关。这个场景利用一下吊灯。 刚才那只古龙没有砸到，有的灯是不会掉下来的，还是需要一点背板的。其实动作版本的恶魔城对玩家的背板要求还是很高的，毕竟游戏相对硬核。 但是加入了 RPG 元素之后，恶魔城感觉变成了一款刷的游戏，各种刷魂、刷武器。我刚才是被骷髅的骨头打到了，是吗？但是因为我站在台阶上，所以说没飞出去。他扔骨头这一下感觉没什么威胁，但是人家扔的准不如我接的准。 哇，这个场景好多呀！这种古塔看起来还做了类似于重力的效果，掉下去一堆呀！这个位置不要站得太靠前，太靠前的话，很容易你挥第2下鞭子的时候被碰到，然后自己就掉到坑里了。 其实下半期的视频是我又打了一遍，和上半期不是一次玩的了。为什么不是一次玩的呢？因为上半期那个档就是在刚才那个坑里掉下去。这里打本关的小 boss， 这个 boss 可以给我来10个呀。魅魔，招式就这么4个。 他施展满屏蝙蝠那招的时候，我感觉是在玩飞行射击游戏。刚刚打了一个 BOSS， 然后给了一个向上的卷轴，这个版面明显难度就稍微低一点，让玩家喘一口气。 我现在捡到了晨星的加强形态，可以发射出火球，但是它是有时限的。没有看上半期视频的小伙伴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现在我的鞭子就是加长的形态，就已经是晨星了。初始的鞭子的攻击距离比这个短。 可惜的是，发射火球的形态不持久，这也不符合我的人设呀。这里又出现了大家熟悉的怪，还有场景，桥在不断的坍塌，屏幕上还有大骷髅。
大骷髅很脆啊，两鞭子就没了。而且感觉他也没什么攻击手段。这里有一个隐藏的血量，把血量补了。左边那里是另一条路，因为本作的分支路线还是比较多的。这就是第4关的 BOSS， 一只石巨人。第2关的 BOSS 我说不算是巨人，但这次真的是大呀。他跳起来了要躲，砸地这一下有伤害。然后他又是农夫3拳，第3拳会下来几只小的石头人。然后咱们继续抽他的弱点。又是3拳，3拳最后一下肯定是锤中间，但是前2下不一定是锤左边还是右边。他还有1根血，1根血就没必要上去冒险了，在下边扔斧子就可以了，把他干掉了。哎，怎么他挂了还能砸人啊？哇，这个过分啊！幸亏我血量多，如果我最后剩1点血了，把他干掉了，没准还同归于尽了呢。这样的话过关了。看 BOSS 出的剪影就知道啊，这关 BOSS 是死神啊。之前也提到了，这里是关卡流程最难的一关，但是死神的难度不高，而且他竟然没有变身，只有一个形态。但是从上一关开始就能够感受到 BOSS 是越来越肉了，并不是你打一下就可以掉1滴血了。刚才那里就是一个坑，第一个吊灯不掉下来，第2个掉。如果你不熟悉版面的话，很容易被砸下去啊。第5关也是可以打到小 BOSS 的，看起来应该是科学怪人，但是贴图有点不一样，攻击的方式同样是闪电。电系的攻击，这种机器人要小心一点，它倒下的时候有一个向前扑的动作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它身上的尖刺可以扎到人。这里咱们就来到了经典的场景——石祭塔，各种齿轮、美杜莎，还有尖刺。这样的场景真的看起来似曾相识啊！打死神的话，心术还是要攒一些的。副武器就直接使用斧子了，因为它是一个抛物线。死神本身会飞行漂浮，我这里被撞了一下。好在本作应该是没有诅咒的设定，不然被刚才这个怪碰到的话，可能会陷入诅咒的状态。这里要打本关的小 BOSS。这个小 BOSS 会发射出一种电球，这个电球刚一出现的时候，它的全身都是有攻击判定的，但是等球飞出去之后，就只有中间亮的部分可以打到人，这一点要注意。像这种细节，你如果了解到了，就可以多出来很多攻击的机会。但是我还是害怕呀，躲得比较远。
因为这个电球看起来太大了，而且地面也会放电。后面就是打死神了。我的心数不多了，21。打死神之前再攒一点。这里被美杜莎的头击中，不会石化。而且你走在台阶上被打到了，不会飞出去。这有点过分了吧？走到屏幕边缘被撞了。我的血量已经没了半条了呀！这种枪铠甲攻击的范围真远。前方打 BOSS 之前有一个隐藏的恢复血量。这款游戏的特点就是绝大部分的回血道具都是隐藏的，需要玩家自己去发现。而且有的隐藏的很深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老玩家的话，你还是能够发现一些线索。场景上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一个平台，看起来是多余的设计，但是你就需要思考一下了。这个电梯上方有尖刺，上方这些平台的下边都有带血的尖刺，不能被碰到。这里是有一个分支路线的，但是我现在手头没有拿钥匙，所以咱们就走上路了。有一些分支路线区别还是很大的，但有一些呢，开门之后发现通往一个场景。这里踩着钟摆，这个要素也很经典。昨天录制完了上半期，有小伙伴给我科普说：“大叔啊，本作就是基地的重置版，但是好像也加入了很多其他作品的要素。”这个地方不要着急跳过去，否则被机器人撞到就是一条命。这里好危险，脚下这个平台还能动啊！这个地方就发挥了咱们鞭子的护身的能力。挥动的时候，头上还有身后都是有攻击判定的。我刚才说要攒红心啊，结果好像也没有攒下。脚下这个钟被打是可以碎的，这样咱们就上不来了。到上路走，简单一点。然后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屏幕的左上角。这个平台能够跳上去，然后就能够打到隐藏的回血道具。没有回满啊，这关受伤很重。
37，前方就是死神的 BOSS 战。40颗心，开打了。死神有那么4、5种攻击方式，但是它不会变身。这里是第一种，然后是第二种。第二种，如果你清楚的话，就知道镰刀的刀刃的朝向。第三种，第4种攻击方式就是挥舞镰刀了，砍的是一条线。这个版本的死神并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是有被攻击判定的，有些时候你的鞭子抽不到它。但好处是，它如果没有被攻击判定，也就没有攻击判定，你俩互相撞都没问题。它血量不多了。好的，这样就打完。我不能说它是历代最弱的死神啊，因为毕竟还有其他作品的死神也不强，包括初代的死神。如果你有圣水瓶的话，可以让它一动不动，直接就干掉了。后面就是最后一关了，来打德库拉伯爵，一共是3个形态。这里要注意啊，如果游戏咱们选择的是简单难度，那是打不到它第3形态的。只有普通还有高难度，咱们能够打到它最后一个形态。鞭子加强，心数是24，资源就是这么多。德库拉一共是3个形态，每个形态都比较眼熟。前2个形态在恶魔城的初代就出现过，但是攻击方式有所加强。弱点是头，这里不是扔蝙蝠了，直接扔火球。手速快的话，可以德库拉伯爵出现1次，咱们抽他2鞭子。但是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你就知道了，手速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了。所以说我大概率只能抽到他1鞭子。有的时候感觉时机不对，干脆就不抽了。开一下，开始第2形态。第2形态比初代加强的地方是它跳起来之后，空中会落下来几个绿色的攻击你的法术球。这个其实非常讨厌，因为感觉随机性很强。我想贴身一点，他还是跑了。BOSS 最难对付的还是第3形态，但是第3形态我把所有的斧子留在了这里，目的就是和他拼命啊！先打下巴，这里 BOSS 可以施展电系的、火系的，还有水系的魔法。这里的弱点是眼睛，每次他的嘴发动攻击，会升上来2个平台，咱们可以踩着用鞭子抽他的眼睛，这样伤害是比较高的。没有平台就扔斧子，但是扔斧子的时候需要注意站位，你要保证你的斧子抛物线覆盖他的2只眼睛，这样输出是最高的。好的，通关了。其实我打 BOSS 的时候都会给大家讲解一下套路啊，如果你按照套路打的话，难度还是不高的。这样的话，德库拉伯爵的城堡又一次被拆迁了，下一次拆迁就要等到100年之后的西蒙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 Win 平台的恶魔城重生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